今天我们来看一部女子含冤入狱13年，出狱后将仇人做成血蛋糕的电影《亲切的金子》。女主小美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，可是却在19岁时因为绑架杀害儿童而被捕入狱。在监狱服刑期间，小美无时无刻不想着复仇，于是她变成了监狱里最温柔善良的人。小美不仅服从管理，而且乐于助人，因此在狱中结识了很多好友，更是被大家称为亲切的金子。13年后，小美刑满释放，在出狱这天，一直对小美关爱有加的牧师等在监狱门口，还为小美准备了象征清白的豆腐。可是小美却像变了一个人，冷漠地打翻了牧师手里的豆腐。现在的她一心只想复仇，于是小美找到已经出狱的狱友们，准备开始实施自己的复仇计划。小美先找到一位理发店老板，老板曾入狱5年，在监狱里他经常被人欺负，只有小美对他十分照顾，所以老板非常感激小美。在得知小美准备开始复仇后，老板为小美提供了住所。出狱后的第2天，小美来到当年被害儿童的家里，祈求儿童父母的原谅。为了赎罪，小美更是直接砍掉了1根手指。结果小美在狱中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全都用来做截肢手术。为了维持生计，小美只好找了一份面包店的工作。而想要报仇，小美还需要一把手枪。正巧在监狱里有一个曾经是间谍的老太太，因为小美一直主动照顾她的生活起居，于是老太太送给了小美一本书，里面正是手枪的设计图。于是小美拿着设计图找到了出狱后成为铁匠的狱友。铁匠因为和丈夫一起打劫而被捕入狱，结果在监狱里因为肾衰竭险些丧命，幸亏这时小美为他捐了1个肾，铁匠这才保住了性命，因此对小美感恩戴德。在得知小美地计划后，夫妻俩二话不说为小美打造了一把手枪。而小美到底为何复仇呢？一切要从小美18岁时说起。18岁的小美单纯善良，可惜看人的眼光一般，她找了一个男朋友，结果对方却是渣男。小美很快怀孕，这让她不知所措，于是走投无路的小美向最信任的白老师求助。可是没想到白老师是一个衣冠禽兽，他仅仅因为自己不喜欢孩子，就开始绑架儿童勒索赎金。而在白老师的诱骗下，小美成为了白老师的帮手。结果有一次绑架儿童时，白老师竟然将孩子杀害，而他为了自保，竟然用小美的女儿要挟他，让小美当自己的替罪羊。小美为了女儿的安危，只好主动投案自首，替白老师抗下了所有罪名。而小美出狱后一直在寻找女儿的下落，最后经过多方打探，小美终于得知女儿已经被一对澳洲夫妻收养。于是小美来到澳洲，她只想看望一下女儿，结果没想到女儿以死相逼，坚持要跟着小美回国。小美只好将女儿带了回来。现在一切准备就绪，小美准备开始实施自己的复仇计划，其中还有一颗最重要的妻子，那就是白老师的妻子阿素。原来阿素曾因为偷窃入狱1年，在监狱里阿素遭到狱霸的欺凌，小美为了帮助阿素，于是偷偷在狱霸的饭菜里加入漂白剂，结果狱霸的身体越来越差，最后直接领了盒饭。而阿素为了报答小美，出狱后主动接近白老师，最后更是成为了他的妻子，替小美打探情报。可是没想到，一直十分关爱小美的牧师竟然是白老师的线人，并且一直在跟踪小美。这天小美和阿素见面时，正巧被牧师拍到，牧师将照片交给了白老师。白老师得知小美的计划后，直接将阿素绑了起来，然后雇了2个打手去对付小美。结果他们没想到小美手里有枪，随后2个打手被小美反杀，而阿素也早就在饭菜里下了药。当小美赶到时，白老师早就不省人事。随后小美在房间里找到了白老师杀害孩子们的录像，于是她将白老师带到了一处荒废的学校，然后将被害儿童的家长聚集到一起，给他们播放了孩子被杀的录像。家长们看到录像后悲痛欲绝。这时小美给他们2个选择，要么将白老师交给警察，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，要么大家亲手将他就地正法。众人经过激烈的讨论后，最后决定亲手为孩子们报仇。于是他们穿上雨衣，手握武器，轮番进去折磨杀人凶手。最后众人一人一刀将白老师折磨而死。而当大家掩埋尸体时，依然没有解气的小美又对着白老师的尸体连开2枪。随后小美用白老师的血做了一个血蛋糕，众人坐在一起吃着蛋糕，终于为自己的孩子报了仇。一切结束后，小美冒着大雪为女儿买了一个白色的蛋糕。虽然她的双手已经沾满鲜血，可是她希望女儿能像蛋糕一样清白的活着。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是一个让人倍感压抑的故事。最后大家虽然成功复仇，可是伤痛已经铸成，即使他们手刃仇人，也并没有得到一丝丝的快感。而凶手如果到死都毫无悔意，那么受害者的复仇又谈何成功呢？